嗨，大家好，我是印堂少女303陈卓璇。正在收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Doki 大巴 T Online 印堂少女303陈卓璇的生日直播现场。那咱们有请咱们今天的印堂少女303陈卓璇，再一次和镜头前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Hello，我是印堂少女303陈卓璇。好，那有一朵小花。对，感觉画面有点空是吧？调整一下画面的结构。好，听说咱们卓璇最近比较忙，然后之前也参加了非常多的惊艳的舞台，然后还拍了时尚的大片。今年过生日，感觉会和上一年有不一样的感觉吗？都是在忙碌的工作中度过的。去年也是，去年是在超新星运动会，然后彩排到了半夜3、4点，然后今年又是很多很多直播连在一起，但是能跟大家一起过就是很开心。有粉丝宝宝说卓璇的镜像没有关，可能字有点显示不清楚。是吗？对，在对着，在这里。镜像啊，对，好了吧？会习惯一些吗？可以吗？我不习惯，你们习惯就行。那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咱们新的节目就是《爆裂舞台》，有出来了，然后你在里面贡献了一个非常经典、非常高能的一个舞台。你这个舞台你准备时间多久？可以有一些幕后的小花絮告诉我们吗？其实从决定要上这个舞台到第一次录制，其实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这一段时间，我就抽了所有的空去上了声乐课，开始集训，然后也开始准备一些想唱的歌单。然后在这个节目，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有更多的舞台就好了。然后我准备的歌，其实也是当做一次专辑的选歌一样，然后有不同风格，还有不同的舞台表现形式，所以希望可以把我准备的歌都唱完吧。所以，如果在已公布的、已发表的这些对不起，小花。如果在这些已发表的和已经表演过的这些舞台里面排个名，你觉得咱们上一周看到的那个舞台是在你的表演生涯里排第几？目前你说就是要打开那首包括歌，要包括我已经录制过的吗？还是不包括？先不包括，就是已经公布的。啊，已经公布的呀。对，在我心目中能排前3吧。前三，就粉丝也是这么排序的。你知道他们的排序是什么吗？什么呀？就第一名是打开，然哦，后第二名是我敢，第第三名是 三名是 bang Bang bang。Bang。我就知道。但是其实打开我很开心，就是我的越来越新的歌是排名越往前的，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我在不停的进步，有给大家越来越新的惊喜。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希望我的每一次舞台都可以超越上一次。也就也就是说，刚才卓璇有不小心透露一个小细节是，我们没有看到的舞台中间还有更炸的。那对，所以大家就持续关注吧，因为这一次很不一样的是，在爆裂舞台，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去设计，自己就是可控制的东西很多，然后包括选曲到编曲到舞美设计，很多东西都是我亲力亲为去弄的，然后我又是一个特别怎么说，有一点固执的人，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现在在爆裂舞台做的每一次公演舞台都是非常非常用心，非常非常，是我的孩子的那种感觉。连舞美都要自己亲力亲为。对，连那个机位我都是在现场会盯得很死。所以是化身现场导演说，哎，这个机位这边左边反打，对对对，右边就是在现场我就成了，爆裂舞台最难搞的艺人陈卓璇。不会啊，出来效果非常惊艳。就是希望，不管怎么样，就是幕后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最终能够给大家呈现一个最好的舞台嘛。觉得目前就是这些舞台对自己的发掘度，或者对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这些占比是多少？
现在应该到70%了，因为还有剩下2、3场的表演，然后希望自己能把我准备的歌都唱完吧，这样就把我想要给大家表现的陈卓璇都展现完。好，那我们知道咱们303的周年团综也在热播嘛，然后我们都看到你在里面玩游戏玩的特别拼，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趣事？周年团综，就是怎么说，我感觉我比一开始去年的那个团综要放开很多，就是因为跟硬糖大家都更熟悉了，然后大家也很互相知根知底，所以就更加的玩的很开，所以这次其实蛮放松、蛮开心的，因为这一段时间大家行程也很满，然后在录团综的这个过程中，反而是一个休息的过程。刚才卓璇也有提到，就是今年的自己好像和去年的自己不太一样了。那你觉得是哪个不一样？如果要用一些形容词来表达今年的自己，你会用什么？今年的自己变得更加厉害了，就是玩游戏我也变厉害了，你们没有发现吗？我现在不一定是第一个输的那个了，所以还行，变厉害了。变厉害了。那去年的自己，如果你现在回顾起来，你会用什么形容词？只是没有现在厉害，但是也很厉害。就是只要是陈卓璇，就一定厉害。对对对，很厉害。那谢谢咱们卓璇刚才的分享啊。然后我今天来和收看直播的朋友剧透一下今天的特别福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随机问大家想看卓璇做什么，然后请大家踊跃的参加我们的评论互动。我们会把粉丝朋友们的留言写进我手上的这本勇气之书，来给到勇气之书。对，然后直播间观看5万、10万、15万就可以解锁这个勇气之书。然后最后呢，卓璇会随机翻开勇气之书的一页，然后完成粉丝们的愿望。大家想看卓璇做什么，就可以在评论里刷起来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启第一波刷屏，好不好？然后卓璇，你可以看一下粉丝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然后你可以写这么一条。让我好好休息。好的，那直接那么我就先下播了，再见大家，谢谢大家。算了，我看看啊，唱歌，好，唱歌。好，粉丝可以具体一点，比如说要唱什么样的歌，在我们条件能够接受的情况下，都可以尽力去完成。今天我生日，我说唱什么就唱什么。霸气，厉害，行吗？第一个写的唱歌。好，还可以再来关注一下弹幕。还有什么？都是唱歌，18宫格自拍。18宫格这个要求好棒，真的无语了。我看了都想写上。18宫格，到时候就是卓璇，你就做18个动作，然后粉丝去疯狂截屏就好了。好呢，18个动作，算了吧，我就之后下播之后给你们发微博，好吧？不好，就要现在。那就不是18宫的自拍，那是18个表情包，那是。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写这么2个，好不好？好。然后待会儿呢，我们会在弹幕很踊跃的时候随机的提问。那接下来这张卡又拿到了卓璇的手里，这个卡是我们的勇士补给站。然后你拿到这个6边形勇士卡，需要填写自己的创作、创功、舞台表现力、性格还有才艺能力值。你觉得自己能力值怎么样，你就可以往上去画属于自己的这个多边形了。让我来想想。
然后我要连起来是不？对，要连成你自己的多边形。我这个绘画水平嘛，就是很难说呀。哎呀，哎呀，画歪了，好丑哦！可以向镜头前面展示一下。哎，我看到为什么会这么画自己多边形？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吗？首先是唱功是，最尖最拔尖的。对，因为这个是我最擅长的事情嘛。然后是舞蹈，就是，其实现在觉得自己舞蹈还是进步了蛮多的，相比起在创造营之前，但是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表现力呢也是，还不错，但是也有进步空间。当然唱歌也有，但是唱功就是现在是我的最好。然后性格，性格，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一开始就很招人喜欢的类型。我觉得不是，你谦虚了。不是吗？然后，对，就是这么觉得的，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然后才艺呢，才艺也还不错。创作，因为我自己其实在悄悄的创作，但是我是一个就是作品没有达到自己觉得很完美，就不会拿出来给大家看，所以就先藏起来，然后等到有一天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像唱功一样到尖尖了，然后就给大家听我的创作。我觉得卓璇的六边形有一些谦虚的成分在里面，就是尤其是性格，就当我们都坐在你旁边的时候，其实我们能感觉到你性格超级好。谢谢，真的真的真好。就包括我们之前在创造营的时候，然后有对你进行一些后台采访，还有那个，我们都觉得哇，你一来之后就整个人就是特别开心，然后特别融洽。就可能其他的一些小姐姐都会有一些身份的情况，但是就和你就很自然。我觉得完全你给自己性格就画这么短的短板，我觉得是有一点谦虚的成分。那就是我的性格需要时间去发掘，有很多的宝藏。好，那我们谢谢卓璇今天完成了第一张勇士卡，然后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这个闯关比赛当中能够发挥你的优势，然后闯过一关又一关，好不好？接下来我就来说我们的寿星大闯关环节。本次闯关分为6个关卡，然后你才能解锁咱们的庆生神秘岛。如果有任意关卡的失败，你需要开启我们的特别关卡勇气之书，并进行闯关。对，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勇气之书还有没有新的一些玩法被粉丝留言在弹幕上面，我们可以找一找。你们还想让我干啥呀？什么可乐一口闷？你们这是啥呀？还吃东西，哎，这个可以给自己写上。吃东西好呀，给工作人员安排了，大家拿捏一下。拿捏一下啊，准备好这个东西啊。吃东西。还有吗？可以看一看。让我讲冷笑话，那给我准备几个冷笑话，好不好？工作人员继续拿捏啊。讲冷笑话。哎呀，我冷笑话最近都没有更新我的库存。你们不是都不喜欢听我讲冷笑话吗？好了。好的。我们合上勇气之书之后，进入今天的第一关。第一关的名字叫做歌词拿捏了。然后我们来上一下我们的拿捏道具啊。来，给到陈老师。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屏幕里面的这个歌词，可以看到对吗？好，这个环节呢，所有卓璇熟悉的歌词都会变成题板上的缩写。卓璇呢需要根据缩写唱出来对应歌词的歌曲，才算挑战成功。当然呢，我们也会根据难度给到卓璇一些提示词，如果猜不出来的情况下，好吧？好，准备好了。没关系，我猜不出来，你们帮我，你们肯定猜得出来。好，希望弹幕咱们君子游戏一定不要让他猜出来。一定要让我猜出来，好吧？好，第一个就很长了，卓璇你看到。不瞒你说，真的太简单了。
弹幕为了不让你猜歌词，给我发了个是什么？给你发了各种礼物，就是不要让看见。嗨，第一个是不管你身上色彩，全是都很了不起。哇，第一个就这么顺风顺水。这自己的歌呀，肯定你看他们都知道是。好，那我们再来第二题。第二题，我的自己来是吗？你们猜出来了吗？他们没有猜出来，他们看不见啊！我知道了，是什么？可以看见吗？粉丝朋友们看到了，他们看到了。OK。稍息里正站好，请把到第一眼微笑。哇哦，我觉得这个里面，这个算歌词里面比较有难度的了。对，但是中间这个 QBD 有一点点能提示到，就中间有3个字提示。对，就请报道嘛，就是感觉能有提示作用。好，那第3个。无语了，啥玩意儿呀？这是呀。画面静止了，这不知道是啥呀？你们知道是啥吗？看不清，他们说。好，是不是被弹幕挡住了？他们对，现在应该好一些。这边已经。快，你们快说呀！是啥呀？你们不知道吗？你们也不知道，完了呀！咋整啊？我们来给一点提示啊。提示。这是你自己的歌。我自己的歌。我什么自己的歌？就是歌曲里面有很多呜呜呜呜。很多呜呜呜。对。嘟嘟嘟。还是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对。这什么歌啊？而歌曲名字和今日有关。和什么有关？今日。和今日。今日运势啊？对。今日运势，说实话，你即使告诉我了，我也不记得歌词。这句歌是：如果掉进无人区的岛屿，先看天气。不瞒你说，这个歌但凡遇到游戏，就没人猜得出来。真是不记得啊！好，再来看一看啊。下一个。这个我们就先算你挑战有一点失败卡壳。行了。好。来第4个。快，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这是一个回忆杀的歌曲。然后你也唱过，而且只要唱出第一个词就很简单。第一个词是恋人。恋人怀中樱花草，听见胸膛心在跳。完美，回答正确。可以。看看第5个。第5个绝对不给提示，这是我们为了做这个环节所预埋的华彩段落。华彩段落，这什么？前3个字是那就是我知道了，那就是青藏高原，是吧？是的。无语了。你知道我们预埋这个点是因为很多粉丝宝宝特别想让你还原一下这句歌。不行，就是那个录节目还行，我跟你讲，这个你们但凡有戴耳机的人啊，容易出事儿，算了吧。你可以降调，或者是就是清唱，简单唱一下就好。你知道我现在在公司做这个直播吗？龙总还在隔壁开会，真的不可以，真的不可以，太吵了。那我就小声一点。简单降调。对。
那就是青藏高原。还不错哎，有另外一个味道感觉。小小声，不能扰民。谢谢卓璇的演绎。然后这一关呢，因为一共5道题，然后你有1道题卡壳了，咱们也算你通关成功，好不好？行。那接下来就解锁一个粉丝的小福利。然后我们都知道卓璇笑起来有3个酒窝，那现在给大家来一个酒窝心动连拍，好不好？卓璇满脸问号说：“这不是我挑战成功了吗？”不是我成功了，不是给我福利吗？对，就给粉丝宝宝一个福利。行，几连拍？你可以自己决定连拍的这个次数。那，你们想几连拍？我猜你们想18连拍。我就不，我想想啊，7连拍吧，好吗？1、2、3、4、5、6、7。OK， 就看完之后更期待你的18连拍，就想知道就是10以后的数字要怎么演绎。哎呀，就如果粉丝宝宝同样有这样的兴趣的话，就是一定想看18连拍的话，就可以弹幕继续刷起来。好，第1关挑战成功，那么来看第2关。第2关叫记性可好了。接下来我们需要上一波回忆一下，卓璇小时候看一些特别大热的电视剧吗？看。会看，有没有什么就是自己一定是小时候必追的那种？小时候必追那个看得出来，小时候我不怎么看电视。在干啥呢？我小时候必追那个智慧树。智慧树不是电视剧吧？它不是电视剧。电视剧侧面反映出来卓璇小时候热爱学习，只看智慧树啊！而且我定时的，我必须得几点之前把作业做完，然后才能看半个小时的智慧树。那你写完作业，一般电视剧都播完了啊？那怪不得呢，对吧？我想想啊，快乐星球。哦吼，最喜欢里面什么角色？喜欢那个谁，那个冰柠檬是叫这个吗？小姐姐是那个小姐姐。对，为什么会喜欢她？因为好看。从小对美有不懈的追求。对。好，那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是考验你的记忆力，因为我们会上很多这个大热电视剧的截图，然后你呢需要根据这些截图猜出来他们是什么电视剧，并演唱他们的主题曲1、2句就好。好。好，然后我们可以下班了。送分题啊，第1题是送分题。是快乐星球，只要猜是什么，是不是？对，然后可以演唱一下它的主题曲，就挑1、2句就好。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噔噔，不错。好，下一题。下一个，这个不是小时候的电视剧吗？《陈情令》嘛，这不是？要唱吗？这个？对，主题曲。主题曲啊？不是，这里面相关的歌曲都可以。那我就唱《孤城》吧。何惧心事上，真心此眼梦也荒凉。唯有黄却不肯原谅，怎料却什么来着？既往。完了，自己的歌又忘记歌词了。下一个吧。好，你看看下一个。这是小燕子。不对，它叫《还珠格格》里面的歌。它的主题曲。对。第1句是什么？我们等待你的第1句。第1句，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是不是啊？对的。我这个记性不错。好，
回家的诱惑，哎呀，回家诱惑，我们希望你一定要唱的这句经典的歌曲。但是歌词是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我已分不清爱与恨，是否就这样？好棒哦！这个是你这几个歌里面唱的最完整的一首。请问你是他的深度用户吗？深度用户，深度，这个是啥？唐僧《西游记》啊？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因为是最后一题，我们加大一下难度。就这一趴，就是它这个剧情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插曲。你可以想起来吗？这一趴？对，就是截图里的这一趴。这一趴是哪一趴？就是你看，这个女主角和男主角眉来眼去，就是男主角都快要陷入恋爱了，就是这一趴。就是唐僧在《西游记》里很少动过心嘛，对不对？就只有一个人，他好像有一些动心了，但是还是他们说是女儿情，但女儿情咋唱的来着？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看得出来，消失这段记忆啊，有这首歌吗？好像是有。看得出来，卓轩小时候真的不看电视剧，我看疯狂写作业。我看，真不记得了，咋唱啊？你唱一个吧。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是吧？对的。所以根据刚才答题的这个过程，我有理由的猜测，就是卓轩很小的时候不太看电视剧，专心学习。然后到了长大一点，可能青春期的时候才开始看电视剧，开始看了一部热播剧叫《回家的诱惑》。对，你说的对。不仅就是看了，而且主题曲唱的一字不落。暴露了。请问这部剧给你带来了什么就是美好的回忆吗？哎，别说了。就现在还能想起来里面一些桥段，或者是就想起来一些桥段，让我对，是吧，产生了一些恐惧。幼小的心灵产生了一些恐惧。就是对，包括就是家庭生活啊，对，家庭生活方面都会有所慎重的考量。对，好，那因为这一趴呢，好多歌其实咱们都是根据提示这样来的。哪有？就包括那个圣僧嘛，对不对？你搞黑幕吧？女儿情，然后当也做了提示，就是没有，哪有？你们说是不是？哎呀，对，那我先告诉粉丝，就这一关的惩罚，就是因为卓璇最近在上 rap 课嘛，所以惩罚就是有没有 rap 课的小心得可以分享一下。我就分享心得吧，我就不唱了，因为是这样的，我先透露一下，是为了未播出的某一次舞台准备的，所以现在先不唱。然后不一样的就是它跟唱歌完全不同，就是唱歌它要上鼻腔和头腔，但是 rap 它就是得在口腔嗓子里，然后呢老师就老说你怎么一唱 rap 就上头，现在就习惯了。用头腔怎么唱 rap？好想知道啊！那个音色会特别的亮丽，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说一下，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就是上头腔，然后老师就会老是笑话我，让我就习惯要把那个腔体往下放一点，胸腔和口腔多用一些。那如果用胸腔和口腔来演绎这句话，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会怎么？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练太好，感觉很生气的样子啊。提起 rap 就很生气。对，提起 rap 就是，对，我这也是我总结的一个 rap 的点，就是感觉那个人要非常冷漠又生气，然后那个 rap 才看起来有态度。
了解。可能是初学者的我胡乱总结的。那有一首歌就是非常适合这种气氛的演绎，就是《回家的诱惑》里面的《无法原谅》。你能不能把无法原谅的歌词再用 rap 的生气感就演绎一下？是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我已经分不清爱与恨，是否就这样？你给我看着，我记不住。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我已分不清爱与恨，是否就这样？好像是蛮生气，也不太像 rap。但我觉得不生气，是撒娇，就是是吗？Fine。弹幕一片就哈哈哈哈。OK， 好了，算你通过这个考验了，对不对？因为就是虽然没过这个关卡，但是也给出了惩罚嘛。我现在大概知道了，就是我过没过这个关卡，最后就是惩罚和福利都是这个。很清晰，台本就是这么写的。我真无语了。今天周轩就是很早起床，然后就过来跟我们对台本。对。然后我们就说好，我们可以对。好，对了，就所有关卡他都不知道。对了个寂寞，跟我说啊，这一关啊你不能看，然后我们就下一个流程，下一个流程啊也不能说，然后再下一个流程，从头到尾对了一个我要自我介绍，大概这样子。大家好，我是樱桃少女303陈卓璇。没了，嗨，绝了。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不能说的第3关，高音进阶吧。你大概听这个名字，你也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了。好的。可能和你大差不离的想的是一样的。那接下来我来说一下游戏规则，因为我们都知道卓璇是实力 vocal， 然后之前唱的高音呢也特别的惊艳，所以这个环节我们要来挑战卓璇的高音。卓璇需要演唱我们给出的歌曲，从低音到高音一阶一阶升高，成功升阶5次之后就完成了挑战。一共有2首歌。对。那我们先看粉丝朋友们留言最想听的第1首，叫做《除了春天、爱情和樱花》。这首歌咋唱来着？完了，给到一个难度。这个是什么东西？怎么唱？是心动啊。对。然后就开始升调是吗？对对对。是心动啊，找个眼神躲不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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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5阶了已经，第1首挑战成功，升得好高啊！我需要给你拿一瓶水。慰问一下你这个嗓子。谢谢，感恩。好，那么第2首歌就难上加难，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大概能猜到是什么歌了。嗨呀，在第2首歌公布青藏高原。没有，不是啊，是 Bang Bang， 就这是粉丝的夙愿。真无语了，真无语了。来，给到水啊。给我了一瓶水。哎呀，没事，一会儿再喝吧，先唱吧。好，你确定吗？好，那为了咱们减小难度，你可以从起始调里面降一下调啊，稍微降一点，就不要唱原调。我现在也不知道原调是啥。Bad girl to blow your mind. Bad girl to blow your mind. Bad girl to blow your mind. Bad your mind. 很 OK 了，已经5阶了，刚才。5阶了吗？对，有最后一阶，最后一阶，咱们酝酿一下，然后可以稍微降一下调，对不对？完美！我的天啊！没有被震到，刚才唱的有那个最高音炸了，他们说听不见了。龙总一会儿就要来找我了，我跟你讲。就要敲门说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哎，最高音有到那个很高的地方哎。
哎呦天哪，暴露了自己乐理知识短板。那个High C 不知道是 High C 还是没有到 High C 那么高了，但应该是比原调要高一点。对，比原调至少要高2个调吧。差不多2个 key， 1个 key 2个 key 的样子。我的天啊！就是你们没有身临其境，都听不见，其实他们并没有听见啊，笑死了，无语。就可能就那个声音达到一个频率之后，就变成海豚音了，但整个没有听见。大家就是麦炸了，他们说真的没听见，他们说没关系，宣传姐姐录了音，是不是？是录了音，对不对？现场放一下，然后我们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可以作为福利发送给大家。就现场听的简直就是如雷贯耳。说只有主持人小哥哥听见了。就我不仅听见了，我的那个脑壳，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我刚才听到的，就最后一个音阶的那个演唱部分的时候，我的脑壳已经就是顶住了，嗡嗡的，嗡嗡的。那个共振，我感觉我的心都在颤。哎，笑死了！结果他们没听见，好笑。这个作为咱们直播的隐藏福利，好不好？究竟直播完之后发送给大家，好吗？我们发送给大家，然后作为这个直播的小福利解锁。好的，完全挑战成功了呀！就我的心已经被这个最后的高音就带走了，带走了。然后你接下来就是有一个跟惩罚一样的福利要来了，是吗？对，没有福利了，就是也不惩罚了，就是因为你已经是 king 了，就是不做任何惩罚。行。然后你现在看看福利之书，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完成的愿望？有什么想要我完成的愿望吗？他们说他们实惨，笑死了。今天这一天将会在挖机计挖的公司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愿望是世界和平。你们怎么这么可爱？让我干什么？撒娇。这跟我的那个高冷人设不符合啊！撒就撒吧，行，撒娇。好，写好了。好的，周璇要不要喝点水润润嗓子？因为刚才有一些能耗。对。OK， 好。那么刚才这一关就是已经突破极限，然后完美的完成了任务。那接下来这第4关，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放水了，因为我觉得第4关还蛮难的。是什么？对，来，我们可以看我们的道具，然后左旋也可以，右旋也可以。什么东西啊？好，看到这个表情包了吗？他们有点看不清。对，难度高一点。看得到吗？在刚才惊鸿一瞥的那个图片的展示的情况下，大家看到了一个字幕，然后那个字幕呢，就是这一轮的非常重要的题眼。我接下来公布一下这一轮的规则啊。就因为我们都知道卓璇的口才非常棒嘛，这一关就叫做谁还不是个推销小天才呢？只不过推销小天才今天需要推销自己的表情包。如果粉丝朋友吃了这个表情包的案例，就可以在弹幕里评论666。然后，但是我们导演组为了整他，不是我们导演组为了游戏的精彩程度，设置了一些地雷词。然后卓璇呢，你现在需要先闭上眼睛。对，我们给观众看到地雷词。就是卓璇如果说到了这3个词的话，那么这个挑战就要失败，然后他需要接受惩罚。好了，卓璇现在睁眼。好，粉丝宝宝有看到地雷词吗？有的话可以评论里刷一个66666。好的，我看到粉丝宝宝们都已经看到了那3个地雷词是什么啊？好，如果你在卖安利的时候不小心有踩到地雷，那么你就要接受小惩罚了。好的，好。然后今天呢，一共有6个卓璇的表情包新鲜出炉，这么多，需要轮番推销。轮番，每一个都要推销啊？对，是这样子的。我的粉丝们呢，我很了解，他们就是有那种逆反心理，你越不让他干啥，他就越想干啥。千万不要用这个表情包，我告诉你们，我非常不喜欢这个表情包，千万不要用。我要是看见谁用啊，
我肯定会非常的生气。这是一波反向案例吗？对，他们就这样的，每次就是很喜欢我怼他们，然后他们就很逆反。所以这个表情包我也没有推荐什么，也是没有推荐。你可以告诉我们它的使用场景，然后还有什么时候禁止使用，以及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就任何时候都不准使用。他们就会疯狂的使用。对，他们就今天一刷超话全是这个表情包。对对对。好，那就算第一个介绍完了，那我们看看第二个。这个就认认真真安利一下吧。你看我的表情管理多么的失败，多么的好笑，文字配的多么的符合我这个厚厚的双下巴。这怎么回事啦？哪里来的截图那么难看？这个角度看起来更胖了。哎呀，我觉得不错，很符合你们喜欢用我黑图的这个习惯。不错，你们拿去用吧。下一个有收到安利可以打一下666，我们来看。666了，有666了，对不对？憨憨宝贝，666，好，我有看到粉丝们的666，推荐成功。下一个表情包，我生活痛苦面具，哎呀，都好丑啊！但是我越丑，你们越开心，不是？你们越想用，不是？对吧？我也说不出啥了。反正这个图已经摆在这里了，已经我陈卓璇的美貌说一些，比如说垮了。当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表情包，然后设置一个情境什么的都可以。当你们好的，你触发了我们的地雷词。当你这个人，哎呀，我的天，哎呀，我真服了，嗨。好，现在需要现场来 cos 一下这个表情包。我无语了。生活，我，像吗？还挺像的啊。还不错，不错，还可以。如果吃了这波安利，然后大家就大喊66666，评论里有说这主持人太坏了。真的，这主持人下一次不要用了。然后断我财路，我今天要在超话里发遍你的表情包。一会儿我就去董总办公室告状。好，这样来看看这个表情包呢。我现在要想想怎么避雷，我不讲话了。这个表情包还蛮可爱的啊，是不是？这是我在超新星运动会的时候为大家加油时候的表情包。你们可以在为自己加油、为工作加油、为朋友加油、为家人加油的时候用这个表情包，励志又正能量。好，如果有给到一波安利，然后大家可以刷66666，就说明咱们陈老师推荐成功。666了。好了，666了，下一个。你说啥嘞？这个是什么空耳大师吗？满脸问号现在。哎，如果你充满这种，比如说疑惑的时候，你会说这个词吗？你说啥？我会说。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充满了一些疑惑，然后或者是就对方发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你会用这种表情包吗？就问号啊这些。会的。会的。又触发了是吗？没有，就是想要让上道，然后没有上道。没上道，哈哈哈。哎，生活里你会用什么样的表情包？就会多一点。又想让我说什么？我知道了，就是那2个字，就是你刚刚说的前2个字，我大概知道了。你好聪明啊！那你说一下前2个字。我不说。你说一下吧，你已经猜到了嘛，对不对？行嘛，你又要惩罚我什么嘛？生活，生活，行吧，生活。对的。我服了。那既然你说出来了，是不是还在这个关卡的时间，你就继续演绎一下表情包吧？你说啥嘞？ OK，
我觉得算挑战成功这一关，因为比我们预想的你要就是安利的多哎。就我们觉得可能第一个、第二个你就会踩到雷，我都是被你给我把雷放在脚下给我踩。就你快踩，你快踩。好，现在是666又发起来了，这一关算完美的挑战成功了，对不对？尤其是那个地雷词是我这边说出来，然后给卓璇下号了，那所以一个地雷其实都没有踩到。就是。对，那既然挑战成功，就由你给粉丝一点小福利吧。cos 几个你常用的表情包。我常用的表情包啊，我常用的表情包有一个当时我们首唱会的时候特别累嘛，然后我瘫坐在地上的一个表情，这样。然后那个表情包是我经纪人做的，瘫倒在地，就是每当工作很累，然后或者突然间看到增加了很多通告的时候，我就会瘫倒在地，就生活不易，瘫倒在地。好，非常棒。那还有紧接着最后一关了。有拿出一些信心吗？在我们的就是反正我赢了输了都是那些事儿，反正都得做。我们把最后一关的词拿出来。最后一关呢就叫谁还不是个造句小天才呢？这一关就是难度有所升级，你需要将图片上的9宫格中的字组成一个句子，然后并且完成句子中的任务才算成功。如果给到的次序不一样，或者是没有完成里面的动作，都一样会有小惩罚。还得同时做。对，就是你刚刚不是说那个猜出来就不用做吗？好，那我们就降低难度，猜出来就不做了。但是我估计我是这样想的啦，但是可能粉丝呢就不是特别乐意。好，让你们开心，行。第一个是同时摇花手唱双马尾 ，get down。我觉得这段表情包素材，包括现在你看常老师的表情，一节一个表情包，蛮无语。好，是对的啦，但次序有稍微的有一些不一样，你看要不要调整一下？同时唱双马尾摇花手，就同时的那个位置不太对。唱双马尾同时摇花手。对了，就这一关算你通过。好，下一题。模仿一下招财猫挥手。哦，不对，是这样的吧？是这样。有模仿出来那个机械感。有吧？对。呆呆的。好，这一关挑战啊。下一个。说3首最近在听的歌。第一首了不起的女孩，第二首双马尾，第三首今日运势。好，那我们就点播一下今日运势。我会。还想说今日运势这首歌？不了，那就打开。好，那粉丝可以弹幕留言一下，他最近听的这3首歌有没有想唱的？好了，没有想唱的。好，下一个。下一个。想到的第一个冷笑话。很冷。那把我那个都做了，就是我想一下，有一天冰淇淋就问说自己猜自己最擅长哪一门学科，你们猜是什么学科？制冷学。冰淇淋，难道是化学？好好笑，好好笑！哇，这是好笑，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好笑。然后，那我们来唱一下今日运势。
我会。哇，还化学这个哇，好厉害！好笑吗？还可以吧。后劲儿好足哦。还可以吧。现在整个会议室气氛就非常凝固。炎热的夏天是不是大家对，炎热的夏天怎么能少了歌曲陪伴呢？让我们接下来有请陈同学带来今日运势。无语了，无语了。好，算挑战成功嘛？这个后劲儿蛮足的，化学就不错吧？初听第一秒说然后后来还真的蛮好笑的。好，来最后一题。史迪仔最可爱的动作，最可爱的动作是什么？这样子吗？对，现在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对视卓璇的眼睛。真的就蛮无聊的，蛮无聊。你们觉不觉得有点无聊？就是为了要给我截一个表情包吗？是这样子吗？对对对，就只是 fine 增加一些互动感。好的。好，这一关我觉得你完美通畅的过了这一关。除了没有唱今日运势之外，其他哪有这个？哎呀，哪有这个关卡了 ？OK， 那这个关卡也就是通过了。然后这个关卡的小福利就是你录制一个七夕的甜蜜语音给到咱们粉丝就好，因为明天咱们就是传统佳节七夕节了。希望你们可以一直幸福。这个语音很甜蜜吗？不甜蜜吗？还可以吧。不甜蜜吧？那该说点啥？你就可以是早安、晚安，或者是那种比较情境化的一些语音。晚安，早安。很甜蜜吗？不甜蜜吗？可以啦，可以啦。好，是吗？不为难了，不为难了，好不好？就你们认为的甜，就是陈老师已经做到他认为的很甜了。我陈若瑄做什么都很甜蜜。就留言有说，不然就说一句土味情话吧，显得太敷衍了。现在我真不会说土味情话。不会说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敢跟你在这段子。我不知道那些土味情话的段子，不然你们说。就你们可以留言一个。对，你们留言一个，我说。对，可以跟旋风们表白。说你遭遇了职业滑铁卢。就多卑微啊！下一场反正也不用我了，那不如我们这一场开始造起来吧。哎呀，我的妈呀！怪可爱的。啊，我想一下。什么？哪一个？我看看。你看看。就那句长的那句话。你上辈子，你上辈子一定是碳酸饮料吧？不然我怎么一想到你就开心的冒泡呢？陈老师的目光又扫过来了。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们。太害怕了，你知道，我现在一看到你的目光，我就觉得陈若瑄的凝视。下班了，下班了，下场你不用来了。哎呀，有一个支配主持人那个业务能力的一个人，陈卓瑄。但是他们很喜欢你。哦，真的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哦，原来这一关的福利是给我表白。谢谢你，谢谢陈卓瑄。好，那这一关因为咱们已经完美闯关嘛，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环节，是你需要跟粉丝来一段密聊，然后这个小关卡名叫密聊话匣子。我们有给到卓瑄一个秘密的小信封，然后他看看里面是什么话题，然后可以就这个话题和咱们弹幕进行热聊。自信打破标签。
咱们弹幕的网友呢，还有粉丝朋友就可以根据这个话题，然后发一些自己的心得感悟，可以和咱们卓璇一起来热聊了。接下来就是你们的密聊时间。那我们悄悄的聊，我们走。好了，总之就是不让我上班，我懂。说什么？他们还在停留在土味情话中，无法自拔。落叶归根，你归我。让你们分享你们的心得，不是说我自信。好好审题啊，大家。我看看，看到没有？从小好好学习的人，不看电视剧的人，审题这个词是特别关键的。哎呀，这弹幕会过去。我看看，有一个，你好，玄宝，我是南九。我最近好像真的有些烦恼，希望小璇能给我一些解决的意见。我一直有点自卑，外加上对部分学科的不擅长，很容易怯。其实，我之前这段时间有在看一些节目，然后里面就有说到，其实你的自卑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然后自己可能，偶尔达不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卑。其实有的时候不妨先把目标定得近一点，然后一步一步的去突破，可能就会，自信一些，会好很多。突然到了这个鸡汤时刻，怎么回事呢？哎呀，那你有不自信的时候吗？我其实也很多，就是因为我也是个胜负心很强的人嘛，然后在任何的时候都很希望自己可以做到是最好的那一个，所以像可能我在小学的时候，我遇到的人很少，我很容易就能做到最厉害的那一个。到了初中，渐渐的，你会发现优秀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好像要更努力一些才能做到最好。到了高中，好像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你好像怎么努力都不一定能拼过别人了。然后再到，就是到现在初入社会之后，就更是了。优秀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你一定要去跟每一个人比的话，就很难让自己找到那个自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自信。现在我自己的自信是靠自己，的努力，然后觉得我能做到的是我现在能做到的最好了。就所有的比都开始跟自己比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太多的担忧，太多的胆怯，然后就会变得自信很多。那我们再翻一条粉丝的评论。再翻一条。哎呀，不太自信怎么办？幼儿园的时候会被孤立，然后有点不自信，在网上重拳出击，在现实中不太爱说话的那种，会觉得谁都不太喜欢我。其实呢，我觉得不要把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太多的放在心上，因为可能我也会有一些跟你很相似的经历，但是小时候我们要怎么说，理解大家都没有很懂事，大家都还是小孩子，所以不要太在意，自己年龄很小的时候经历的那些事情，也不要因为那些事情去影响现在的你，因为只要你自己变得足够好了，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人喜欢你的。你看我一开始那么多人不喜欢我，现在不也有你们喜欢我吗？是不是？我也是那种，最开始我在填那个几边形、八边形还是几边形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是让人第一印象性格不是那么好接触的人，然后大家会觉得，哎，我怎么一开始好像不太爱说话，很慢热，然后看起来很高冷，然后一不笑呢，好像还气场会让人觉得很有距离感。对，就是这个东西。我一开始不是有说我的性格，我觉得只有一格吗？就是，其实只要做你自己舒服就好了，一定会有你身边有那么一两个喜欢你的人和跟你深交的人，其实就足够了。人生有那么
2、3个、1、2个你值得信任的人就可以了。我们不用期待太多。好，那我们最后再翻一个粉丝的留言。还要再翻一个呀？好，那不愿意翻，我们今天第2个环节。没关系，再翻一个吧。觉得自己唱歌不好怎么办？如果觉得自己唱歌不好，还特别喜欢的话呢，就在家里唱一唱，没有关系。好真实的回答。然后呢，如果觉得自己唱的不好，然后就会让自己心情不好的话呢，那就不唱了，也没有关系，去找一点别的喜欢做的事情。世界上有那么多事情，对吧？非常简单有效粗暴的方法。对，就是做任何事情，主要是要让自己开心快乐。没错，需要有自洽，然后自洽的这种自信。哇，总结的真好。是啊，我可以不用下班吗？我下不用了。好了。好，那接下来呢是一个庆生环节，因为你之前的闯关都已经挑战成功了嘛，那我们接下来就解锁咱们的庆生环节。我们先来看一看，有一些朋友给你送来了生日的祝福。元气美少女，行走点唱机，看就播。文案组长，绝美高音。咦，他们的词不会是我吧？陈卓璇生日快乐，新婚不负赶路人。陈卓璇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倍儿棒。陈卓璇生日快乐，美好心情快随你。生日快乐，陈卓璇，每天都有好心情。陈卓璇生日快乐，越战越勇，山里见。陈卓璇生日快乐，未来一起走花路。好的，谢谢这些暖心的朋友给我们送来了这个祝福啊！你有没有想对这6个朋友说的话？他们不是朋友，他们是家人，对吗？哇，天哪，有被团魂，真是惊艳到。没有啦，就是可能怎么说这些话。就是虽然话都不是很复杂，然后可能大家听起来有点官方，但是就是我怎么说，看到他们那一张张的脸，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很幸福。除了这些家人们给你送来祝福呢，我们粉丝宝贝也送来了一些祝福。今天节选了这么3条，然后你可以念一下，然后给他们回复。提前祝小璇生日快乐哦！今年是陪你过的第2年，我今年也像以前信上所说的，考上了心仪的高中。哇，太好了！恭喜恭喜！希望3年后的我拿着自己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见你。城堡的南九，这个 ID 我们好像熟悉，翻过它，对，刚刚有翻它。哇，你今天真是双喜临门！你不仅考上了自己心仪的高中，你还被连翻2次哎。然后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的是自己能够给自己的粉丝很多的力量，然后去让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更加努力。我觉得自己的这个事业好像变得更加有意义了一些，所以挺开心的。希望你真的可以拿到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我们3年后见。好，下一个。下雨总是忘带伞。Q 最亲爱的陈卓璇，又长大1岁了，又老了1岁，但你依然是我最爱的小朋友呀。新的1岁里，希望你能继续站在你最爱的舞台上发亮发光。我会在每个有意义的时间远隔山海，祝你万事胜意。未来总会有那么一天，台下熙熙攘攘的人都是跨越山海为你而来。来，咱们再下一条。杰尼璇研究所，小璇生日快乐！这1年看着你不断闯关升级，我真的非常快乐。我一定会成为你的1/1000。期待歌手陈卓璇的每一首歌，期待未来看到演唱会台下的每一个你们。没了。好的。那回复了咱们粉丝的留言之后呢，今天我们卖的那个开场前卖的小关子就是勇气之书。因为你有一个小关没有挑战成功，我就算没有小关挑战成功，不成功你也会让我弄这个的。所以勇气之书你现在可以随机翻开它的一页，然后完成那个
你写的那句话就好。怎么又是冷笑话呀？哎呀，又是冷笑话！什么冷笑话？我没有库存了。我说一个吧。如果让你笑了，我成功好不好？行。就是你知道陈老师最擅长的学科是什么吗？是什么？数学？是动力学，因为看到你就会很有动力。好笑吗？你们觉得？好了，我们下一场我下班了，我知道了。下班待业学我以后。好了啦。好，那就算挑战成功，好吧？我帮他们觉得好笑，你们笑点也太低了吧！我真无语。你看，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那就是真是陈老师自己的问题。好，因为这一关我帮你挑战成功了，咱们就不为难你了，好不好？接下来呢，请出我们的蛋糕，然后还有我们的生日歌曲，因为我们要开启今天的庆生环节啦。谢谢，哇，好大好大，这屏幕装不下。好大的一个蛋糕，好大，给你加了点缀。好大，绝了，真大。然后咱们的陈老师呢，可以跟着这个音乐，然后许下自己今年的生日愿望。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那依照惯例呢，我们许了3个愿望，对不对？就前2个是可以说的嘛，第3个咱们就可以放在心底。可以跟咱们透露一下。一个也不想说。说了感觉就不能实现了。好的，那我们就一个都不要说，然后默默保存在心底，好不好？今天开心吗？所以是开心啊。然后我下一场还能来能来，卑微了，是不是？只要他们喜欢你，你就能来。好的，收到。那今天谢谢咱们卓璇做客咱们Doki大Party，然后给自己开了一场就还算可以的生日会吧，还不错，还不错。好，已经很卑微了，现在。让我们记住今天这些可爱、然后美好、特别感动的瞬间，然后也期待更多卓璇更精彩的舞台，好不好？好，这里是Doki大Party，当我们在一起，快乐无比。然后粉丝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咱们的腾讯视频直播频道，还有更多硬糖少女303的独家内容在这里等你。让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拜拜，谢谢你们，拜拜。